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极品佬大马翻书日记，我是杰克。是的，正如标题所见呢，今天的影片应该会有一点的严肃，然后也是有一点点的长啦，可能因为真的是长篇大论，我要给你们知道这整个来龙去脉。这个标题应该是会放新加坡遇到神经物主，是。然后为什么纪嫂会在我旁边呢？是因为那天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看房间，对，纪嫂跟小番薯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么可能我就来讲一下事情的经过了。现在跟你们讲一下原因，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跑去新加坡租屋子？因为在很早之前，就是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 e-bike 啊，还有我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放在我弟弟跟我妹妹租的地方。我弟弟跟我妹妹是同住在一间房子里面的，然后他的屋主是常年都是在国外的，没有回来，所以那时候啦，刚好有一个地方给我放我的脚车啊，然后给我放我所有的东西，暂时放在他们那边。然后直到最近，他的屋主就回来了，他的屋主就让他们把所有东西塞去房间。然后我弟弟呢，就把我的e-bike塞去他的房间里面。现在房间没有很大而已，所以我就决定 OK， 要不然就这样子啦，我就去租一间房间，一个床位，不是一间房间，然后就可以放我的e-bike。偶尔如果我做完我手上的东西，我做完我的 video， 我做完我的东西，我就可以跑回去新加坡送餐做 part time 这样子啦。当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that's why 我就去 Facebook， 然后找那种没有 agent 的，就是没有 agent fee 的方法啦，去租房间。然后就 happen 遇到这个屋主，我就通过 WhatsApp 去联络他。我应该是不可以讲这个屋主的名字，是不是？不要讲名字，可是他的 Facebook 名也不是他的真名啊，所以其实他的 Facebook 名也不是他的真名。我觉得讲出来不要紧啊，因为也不是他的真名啊，都不是他本人的名字来的。其实那个 Facebook 不是他本人名字来的，而且我之前以为他 post 那个人啦，就是那个屋主来的。结果我去到的时候问那个屋主，他讲没有嘞，那个是我的朋友帮我找的。哪里知道我到现在才发现到原来那个人就是他。他有跟你讲没？有，我就是去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是那个，我觉得可以讲那个 Facebook 名字是那个你是 Jenny 是吗？我就问他，他讲不是 Jenny， 是我的朋友帮我找的。But actually 他就是那个 Jenny， 所以他是冒名post 在那种租房网站里面，然后去找房客，找到了过后就跟他约一个时间讲我要去看房间啊，就 happen， 然后纪嫂还有小番薯哥一起去看。然后那天就是纪嫂也是有在场的。然后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进要去的感觉先？就是在门口 before 我们进要去之前呢，他就要求我和杰克要穿他的拖鞋，因为他那时候的门口是有放着2双鞋的，2双那种 plastic 的拖鞋啦。因为小番薯要上厕所，所以我一进到屋子里面，我就先带小番薯去上厕所。所以我们也是不以为意，因为其实蛮正常的啦，就是你去人家家，人家让你穿他的拖鞋进去，OK 咯。可是那时候他没有叫我们去洗脚，他叫我们把袜子脱掉，然后穿他给的那个拖鞋，他放在门口的那一双拖鞋。可是小番薯就不用紧，因为可能是小孩子咯。Overall 给我们的感觉是 OK 的。然后过后我们就进入主题咯，就问他咯，你的房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rules 啊？然后包括什么？他好像只是很 randomly 的就讲有包水电啊，然后要爱干净啊，什么鬼这样子。然后我们都谈到很融洽的，因为他的脸算是怎么讲呢？他是短头发的，差不多有1.5米这样子的一个安迪啦 ，OK， 然后有点微胖，很好笑容咯。然后家里也是拜佛的，但是是什么法轮功啊，对，就这样子，我们就谈到很融洽，然后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屋主。那时候他也没有很 detail 的去讲我们要 follow the rules， 就是我要 follow the rules 啊。其实我只是租一个床位而已嘛。也是有说读的 point 跟他讲说是会放 e-bike， 然后我们是没有要求把那个 e-bike 放进家里，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 e-bike 你从外面骑回来会肮脏的嘛，所以就是放在外面要锁好这样子。这一点我们有跟他特别 request 啦。有跟他讲，然后我也是有跟他讲我的 e-bike 啊，下面我会放一层垫啊，就不会弄肮脏，外面还是什么样之类的，然后方便打扫之类的呀。这些都 randomly 有讲到。他本身其实是 ex Malaysian， 可是他嫁到新加坡过后，他就变成新加坡人了。我觉得Malaysia 嘛，可能很好谈，可能他也明白我
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什么之类的，我就直接就讲 OK 咯。当下的感觉给我是他是一个蛮 nice 的人啊，我下定金。然后过后还讲，可是 before that 我有问他关于 contract 的东西，因为讲租房间要有 contract 会比较好嘛。过后他就讲他没有要 sign contract， 是因为之前当有 sign contract 的时候，他是 request for 2个月的 deposit， 然后过后因为他要 practice flexible 的关系，好像是还有讲，我只记得还有讲 flexibility 的东西啊，因为我是 expect 了哦，是要 sign contract 的，所以我们有问到 contract 的东西，他就讲不用 sign， 而且那时候我们对 contract 的东西哦也没有很了解，等一下过后会 touch 到啦，就是过后让你们知道，其实我忽略了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不应该做的 ，OK， 那我们就很轻易的就相信他，因为我其实本来我们也是以为 minimum 是签1年的 ，based on 我们在新加坡租房那么多年的 experience， 然后如果是讲没有 sign contract 的话，因为他自己也讲嘛，如果是没有 sign contract 的话，就是你们要走，你们给一个30天的 notice 我，然后如果东西没有坏的话，还是什么，就会把 deposit 退回给我们。对，这是他自己亲口这样子讲的。但是全部都是口头上而已。没有白纸黑字。那时候我们也笨啊，没有，就是在 before 给他 deposit 之前，再用一个黑纸白字写下来，还是在 WhatsApp 那一边谈，还是什么，就 at least 一个黑纸白字，我们也忽略掉这一点啊。这个是我们的疏忽啦。我也不 OK， 这个我们承认。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就当下给他 deposit， 然后那时候哦还有跟他讲嘞，因为我那时候是11月13号去看房子嘛，我就跟他讲我要12月1号入住。当下哦他好像有犹豫了一下子，但是过后他又答应了，然后就开一个 receipt，你们可以看这个 receipt， 这个有白纸黑字的，是他自己开的，他那边上面是写 move in on 1st December 2022。你继续讲下去。至少今天有一点不舒服呀，小番薯也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不是 COVID 啦。过后的不懂是哪一天的晚上啊，我就收到他的 WhatsApp， 还有他的电话，他就打来，他就问我可不可以提早搬进来。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正准备是要上 cruise 的前1天还是2天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不是讲好了没？大概是11月30号这样子我才搬进去，叫他哥哥来跟我讲话嘞，通过电话嘞，我不懂为什么啦，这个是第一个 point 哦，我觉得我现在想回去，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怀疑哦。他哥哥就跟我讲哦，这样子如果你不可以提早搬进来的话，你要不要另外找过？那时候我就有点小火啊，我就问他啊什么意思哦？我 deposit 已经给了哎，他那时候还是不是有意思要 practice 讲，如果我不搬进去的话，那个 deposit 就会 forfeit 掉这样子的意思哎。我不懂，他没有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还有这 intention 啊，不排除这样子的 intention。OK， 现在想回去的话，然后过后我就觉得 OK 咯，他有跟我讲原因，他就跟我讲什么他 financial issue， 然后他刚辞职，辞掉他 account 的东西，然后我也好心问他为什么你辞职啊？然后他就讲哦，因为我原本应征的时候我不要做那种副 account 的东西的，然后我只是要做 data entry 什么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我就讲哦 OK 咯，这样子可能不适合那份工作，就提早辞掉好 OK， 我们还聊一下子嘞，然后我就讲这样子啦 OK， 我25号回来的时候，从 cruise 回来了过后，给你第1个月的钱，就算是正式开始搬进去了，所以这个是第2个 part 啦。然后间中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一直等到12月2号，12月2号我就一个人搬进去，我一个人拿出行李，然后搬进去，然后脚车还没有到，脚车隔1天我才放进去的。他知道我要搬进去吗？他就跟我讲哦，小弟啊，你搬进来的时候哦，你不要进家门先嘞。他讲他会在他的门口放一桶水哦，那个水里面是有 dildo 的，就是放在那个 corridor 那边，然后那个水有 dildo， 上面的鞋架有一个拱，你拿那个拱去舀那个有 dildo 的水，先洗手了，然后你把那个肮脏水倒在那 corridor 的那个龙沟里面，过后呢，你才去开门 ，OK？ 你开了门过后，你也不要进来先，你先穿旁边有2双拖鞋，你随便拿1双，你穿进去，你去到冲凉房，你连你的脚还有那个拖鞋一起用水洗掉，洗掉了过后，厕所旁边呢会有一个青色的布或者是红色的布。你随便拿来抹干那个 slipper 过后呢，你准备你自己的拖鞋，就是在室内穿的。你穿了过后，你再把你该洗干净的、抹干了的那个拖鞋放回去原位，因为要给下一个还在租的租客用，就这个 process。OK， 这个可能我 understandable，maybe 他爱干净，给 never mind。过后我就照做，进到去啊，其实还有在客厅的。我一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他，我讲，阿姐你没有做工啊？然后他讲，哦没有哦。他讲什么？
后我特地等你来，我讲哦 OK OK， 这样也好啊，就讲那个 rules 哦。OK， 这边哦，第一个东西又来了，就讲路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弟啊，在厨房啊，那个水哦，那个全部的租客没有拿的嘞，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我一下，我就讲啊，没有拿水的意思就是讲不可以包水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在讲，他讲哦，没有，他们没有拿水的。我就讲这样子，他们讲喝水哦，他就讲哦，他们全部都是从外面买回来的，我有点吓到你知道吗？我就有点 stun 了，我讲 OK。我心里有一点这边转来转去 ，OK 啊，几次你懂啊？然后我就心想啊，我讲 OK 啦，因为其实我的 planning 是1个礼拜可能才进去2-3天，可能拜5、拜6礼拜去送下餐，不要拿水无所谓哦，我就不要管他哦，我就讲包水不可以，我自己有包什么也不可以，他讲不可以哦，因为人家包水什么是不是会有电费起之类的？然后我就问他讲啊，这样冲凉有限制吗？没有，他讲什么水费报账200-300块。对，可是他就讲这个，我就心想拿水怎么可能会比冲凉来的多？我就问他，这样子如果我冲凉，我讲因为我送餐可能我有时我早上送下午会回来冲凉嘞，冲了过后我又出去，我晚上又回来冲凉哎，这样子 OK 嘛？他就很立刻讲冲凉没有问题，冲凉没有问题的，你要冲凉 OK 的，我就心里有一点觉得很奇怪啊，你懂吗？我就讲不用紧你有这样子的 rule 不是 follow 咯。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其实啊，租房子的话，如果你断了水是 consider as criminal， 有一点违反人权的。如果是抓到证据的话啦，去报警的话，是算一个 valid 的 duty 来的。而且那时他也没有跟杰克讲说那个水费另外算的。对，那个是直到我们有什么 argument 过后，他才讲要什么平摊什么之类，等一下可能才讲到啦。然后过后就是这个水的东西，就是我就觉得无所谓啦，也不用紧。你心太好了啦，因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嘛。如果你要我去外面买那种几块钱的水OK 咯。可是你几块你加下去细细都给这样多房租了，你还要再另外花多个 extra 钱去买水啊？是我觉得不划嘞。我当然一听到这个我就已经很不爽了。可是重点是他这个东西他在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个是算是一个最不可以接受的。然后冰箱也不可以用可是冰箱它的 contract 里面有写是可以用的。他所谓的 house rule 啦，他的 house rule 是几时拿给你看的 ？OK， 那个 contract 就是我当天第一天搬进去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签 contract， 可是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讲不然我就拿给你看啦他就拿那个 contract 出来了，你们可以看这个 contract， 我会 show 在这边，当然我会遮掉他名字还有遮掉那个地址这个是他 contract， 他就跟我讲这个是我们的 house rules 来的，就是尽量要跟。我就有点开始觉得有一点小不对劲然后就一直讲洗衣机讲什么1个礼拜你只可以洗2次然后一定要3套以上会有轮流去洗抹脚布厕所的抹脚布，还有轮流洗厕所他会分 schedule 他会分 schedule 什么一大堆，然后你晒衣你还要晒在哪里然后你洗了抹脚布要做什么东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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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可以接受。然后到最后不懂是心虚还是什么，就跟我讲不然小弟我就给你拿咯。怎么还会突然间这样子跟你讲我给你拿这样子嘞？他应该是发觉到我有点不爽是呗？你有这样的表现？我就是有一点表情，就是讲这样子就觉得就这么我有讲我讲我这么第一天的话，我们来看房子的时候你没有讲清楚所以那时候其实对他已经有一点，我已经有一点点那个墙越顶越厚那种感觉慢慢累积慢慢累积OK 咯，这样我们就磨合一下，这样子我就住进来然后就到隔一天隔一天过后我就去送餐回来过后啦，就要扒脚车嘛。那时候他哥哥有来 OK， 他哥哥在里面，我一开门看到哥哥，我就讲嗨哥哥呢，就是刚才那个讲什么，如果你不想早搬进来呢，你就走人就是有点嫌疑他是要吃掉我 deposit 的那个人不懂是不是他怂恿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的脚车就放在那边，然后他们2个就没看就扒在门口外面，然后那个阿姐就来了，他哥哥回去了啦，他们在外面梦谈了一下子过后，我进去一下子，那个阿姐他就叫我出来小弟你来一下他就讲小弟你那个轮子你可不可以拿那个纸袋cover 起来顶住不要弄到那个外面那个墙壁。他讲 cover 掉就是用那个 plastic cover 掉你那个轮子，还是放在地上？
不是放在地上，就是要顶住。我就是有问他，我讲你是要我 cover 掉还是什么？可能他看到我有一点小小不高兴样子，他讲哦没有，叫你整个轮子 cover 掉，你就放在那个顶住那个墙壁就好。那个轮子不会很肮脏是吗？轮子有什么肮脏哦？你有抹了就是之前。你不可能每天抹的啦，就是没有啦，就是有特别肮脏才会去。如果有特别肮脏的话，我一定会弄干净啊，才拿上去的 ，OK。而且它轮子一次走一次走，它最多就是灰尘，呀，他就讲不要弄到它墙壁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可以啊，因为我觉得我送餐送很累哦，结果我回来我还要 follow 它这个 follow 它那个。然后现在我的脚车放这边外面，那个算是 public area 吗？对不对？也不是他家里面，他就跟我讲什么理由是他要油2层气啊什么之类的。他讲什么油2层气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哎，你找回一样颜色气，你不是可以了咯，对不对？什么2层气，你是在找借口是吗，阿姐 ？OK，never mind， 我就已经有点很生气哦，我就讲这样子，阿姐，其实我考虑啊，就是在那一天，其实他也是有打给我，我在马来西亚，我在JB。对，我就直接跟他讲哦，阿姐啊，不能这样子啊，我就不要煮哦。那时候哦，他就来哦，他就讲什么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嘞，你进来才1-2天哦，你就突然间讲你不要煮，这样子那个 deposit 就没有还给你了嘞。我听到 deposit 没有还回给我，我就有点很生气哦，我就很火滚了。然后过后我就自己去想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讨论一下。过后啦，我就跟他讲 ，OK， 阿姐，不如这样子啊，信哦，你讲的嘛，就是我们没有 contract， 然后30天的 notice 嘛，我就现在给你 notice 30天，然后一直到12月25号，因为我是11月25号我给租金嘛，第1个月租金，我12月25号的时候我就搬走，你就自己想一下，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把那个定钱还给我的话，这样子我就住到1月25号，但是我不会1月25号走，因为那时候是新年期间，可能我在除夕年29，大概是20号这样子我就搬走了。接着我就跟他讲咯，如果你是愿意把那个定钱还给我的话，我就12月25号搬走啊。那当下他已经答应了的，他就跟我讲 OK 咯，这样子我就把那个deposit 还给你，你住到12月25号，然后你就搬走咯啊，这边就 stop 了啊。会不会是他的哥哥来了过后，他才这样子？我不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跟他哥哥讲还是怎么样啦。那哥哥很可疑，讲真的，是隔一天还是晚上啊？隔一天。再重复啊，我们是没有 contract 的，而且是他所谓讲的 flexibility 啊，然后也跟着他讲了，因为他自己讲了，你给我30天 notice 就好了，这全部都是口头上的啦。然后再隔一天晚上我就回来这边了。我最记得的，我回来这边我在做我的东西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跟我讲 WhatsApp。他讲什么？我的 agent 讲哦，如果你自己想要搬走的话啦，没有给回你 deposit 的，跟住 HDB 的 rules 啊还是什么鬼？要住满6个月，最少6个月。要住满6个月，可是我就跟他讲，可是我们没有 contract 嘞，是你讲不要 contract 的嘞，就是从这边开始哦，我们的那个 argument 就开始起来了啊，接着哦就是打电话的 part。然后当天晚上，他跟他哥哥就打过来我这边，我在房间，我在工作室，就讲咯，我们来谈，如果那个水哦超出了 certain level，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平摊。可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子讲的。他没有讲他所谓的磨合，或者是他所谓的商量。其实他的商量哦，全部都是对他那一 side 有利益，可是对我这边本身是没有什么利益的，所以我就不可以了。其实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啊，一时间也是很难记起来。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的话，直接在 comment 底下问，全部我都可以给到你答案的，只是我现在有一点记不起来而已，太多东西了。我还记得有一个 part 是他的哥哥讲，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讲啊，然后我再跟我妹妹商量一下，看可不可以退回 at least 一半的 deposit 之类的。所以我就问他哦，你记得吗？那我就问他，我讲你们是不是纠结于在那个 deposit 的那个部分？他们就死不承认，你懂吗？然后就从那一刻起哦，我们就开始去做很多 research， 因为他就又倒回去讲小弟是你自己讲要搬的。对。他就一直在那边强调讲什么是我自己想要搬啊，什么鬼啊 blah blah blah。但是你不要忘记耶，阿姐，你在我们进去看房的时候哦，你并没有把这些 rules 全部给我看到，你是不是怕哦？我看到这些 rules 过就不要跟你租，不要给你定钱，有没有这样子的嫌疑？如果你敢站出来讲的话啦，你告诉我啊。他不会讲的，我跟你讲。总之有关他的问题呢，他是不会正面出来回答你的。我不知道啦，他到现在他还是逼住我，然后哦，他还被我抓到讲骗。
电话嘞，他讲小弟你不可以这样讲话的，他讲什么全部小弟都在旁边听诶，然后我就问他，我讲阿姐，你讲有小弟在你旁边听是吗 ？OK， 你叫其中一个小弟来跟我讲话，然后过后他就不懂是恼羞成怒还是什么啊，他讲小弟你不可以这样讲话的，他就挂电话了。心虚挂电话。阿姐，你给我抓到你讲骗话了，所以我现在我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啊！我这样开放啊，那个心啊，这样跟你讲啊，你竟然骗我啊你！真的是啊 ，OK， 过后呢，这个阿姐她就先发制人她就在 Facebook post 了一篇东西，就是讲有一个 YouTuber 啊住完他的房间，blah blah blah。如果你们是有看到那个 post 的话，你们就应该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有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些观众，他们有看到这个 post 他们也是有私下 PM 我来问我，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踩雷？有观众问我是不是踩雷，然后我就讲啊，是的，是的。先这样子的话，他已经先发制人了，然后过后应该是没有办法可以拿回那个 deposit 啦，我觉得。而且他还下了一句很重的语音，我不是有 send 给你吗？我们来给你听一下他讲什么东西，因为这一个东西可以证明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胆粗粗的讲出这段话小弟，你要恐吓我，我已经遇到很多个小弟这样了始终都是他们的错他们到最尾还是小搬走你不要搞这种东西出来好不好你要威胁你去威胁 OK， 你要去告 HDB， 要去告律师你去告。上次有一个 PR 的一个女的也是这样子对我到最尾他讲他要告律师，去告了我讲然后我也是没有还他deposit到最尾他到最尾我讲你去告律师，告了他也是不得空的。如果他去告律师的话拿回650嘞他都不要报你看到最尾他也是 surrender 了如果你要去告你去告我最讨厌这种人的你要威胁阿姐，我最讨厌这样子的你上次好好跟我谈，我可以跟你谈你是你自己要走的嘞不是我叫你走的 OK，so 在那边讲一下他所谓的恐吓其实那时候我是有跟他讲，我讲而且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嘞，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去那个 HDB 问一问他们到底是有什么 rules 之类的，他就讲我恐吓他了。然后再来就是他这边里面他讲到的重点就是我不是第一个了， that's why 我老婆她就有去 search 他之前的一些 history， 然后很幸运的我们也找到了之前住在那边的小弟，是去年过了1年多了，其实过了1年多了，所以呢在这边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打去给那个小弟问一下他之前所经历的东西。我们要声明一下，我们是不认识对方的。你是讲他看到你还是你？是我自己找到，因为我去Facebook 那一边找一个 group 叫新加坡租房 blacklist 的一个 group 啦，就是被屋主还是有些什么租客是需要 blacklist 还是屋主需要 blacklist 的那些都可以 share 在那一边给全部人去看的，避雷啦。然后我就去找咯，我在那个 search 那边找给我找到了然后我就看他的 post OMG， 可是他的那个 post 他在里面生活的那一些经历啦所以他就是有在里面住了一段时期了啦而跟我有一点大不同的就是我一 send 到不对路，就是第2天我就直接跟他讲我不要了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是有 contract， 可是我是没有 contract 的，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跟他的一些交谈因为我们有问一下他本身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夸张很恐怖的人，他那种丢那些问题真是很恐怖。你们有签 contract 吗？我就现在洗手盆洗一下手，还是想看到 CCTV 讲用我肮脏的手用它洗他那个洗手盆，是他叫我，如果你住这样辛苦的话，这样你就不要住，你就搬他就叫我搬。